Hello Hello，这里是克杰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半，也就在1个小时前啊，这个财报刚刚发布，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盘前非常的夸张，震荡的非常剧烈啊。这个至少呢说明有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目前未来绝对是资本市场的宠儿，没有这么高的这个交易量，不会砸出这么大的天坑。然后第二个大点，我感觉呢是有机构。应该是有量化机构在诱空，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量化机构它可能到一个点会设一个止损线，对吧？它这个很夸张，有机构直接砸到-18个点，那可能会把某一些，如果他那些机构没有做好，把这止损线给撤掉啊，那他们可能就直接往下砸都有可能，然后他瞬间就把它拉回去，这一招非常的狠，就这种是不是很常见的？像我那时候是正好。有点卡，有点卡，哎呀，真的是这样子。我就看了这里，我就想买，然后发现每一次改价的速度，它就是跟不上这个价格变动的这个回去的速度。OK，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本期这个财报啊。然后这一次财报会呢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我会慢慢跟大家讲。前面盘前反正有3大块，先跟大家聊完。第一步呢就是展望啊，目前未来来说，整个资本市场已经没有人在意它亏不亏损这个事情呢，不是特别重要，重要但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体的这个好转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还是跟大家强调，就是未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初创企业，就这里他们的这一大类财报啊，就是它的这个财报是有个滞后性，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看财报呢是可以看。但是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不能死命的就盯着这个财报看，就是这个它滞后的，因为它有几个月，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类财报，如果你想盯得很仔细呢，去看那种周期性比较强的这些企业，这样子看财报呢会比较有意思。现在主要就是看它能不能把商业模式打通。那么现在目前我可以跟负责任跟大家说啊，就上一次是小鹏打通的时候，我是跟大家明确预警过的。就提示过的，这一次呢也是同样，就是确认它的商业模式打通。具体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是高研发，高研发拿出来的这个产品必须得要好，迎合市场。目前看的 L90还有 ES8绝对是迎合市场，市场订单增量呢都非常的快，而且 L90第一个月完整交付量已经破万了，对吧？那么 ES8争取10月份也是破万的。OK，反正下个月不对，就是这个月下旬20号在杭州 New Day，大家都会看到那个价格。反正目前就是它透露出这个产品机械呢，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接下去像七系，它也会知道，我们差不多知道明年七系的这个价格。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有了换电的存在，可以使得这个车子的成本降得足够的低，而且不影响它的体验，甚至体验更好。因为我们去看到隔壁纯电的车子啊，为了它那个补能的效率，又是什么高的成本，就是加快它充电速度，还有什么加了一个散热。像我们这次看到小鹏 P7，它前面为什么只有一个小小的前备匣，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散热模块在那儿。像理想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趋势看到，因为有换电存在，这个体验又好，成本又低，所以可以说这个商业模式是打通了，就这个意思，就让大家看到换电不单单是体验好，实际上它的成本也是低的。还有接下去像明年开始的购置税要往下降，只有1.5万能补贴，对吧？后面会越能看到这么多类似情况，所以我说的商业模式是打通了。今天就是管理层有几个问题必须要回答，第一个就是产品规划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明年能不能持续发力，这是资本市场特别看重的。就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L90和 ES8组合拳，前段时间我发的媒体群法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接下去明年能不能继续发这个组合拳，亦或者说就是也不要组合拳，就能持续的发力，把这个销售势能叫销能给提升上去。你不能说今年发的特别棒，对吧？明年就泄力了。今天斌哥，我觉得试车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ES9反正大家都是知道明年会来，然后 L80今年应该是11月发布，12月完整交付月。那么明年的 L70或者是乐道的轿车能不能来上一上，对吧？这个我还是挺关心的。然后明年就是我前面也聊到 ET7、ES7 和 EC7这3个产品能不能上，未来我反正就是继续重申明年七系应该是会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七系它实际上是一个毛利和一个量特别好的连接点，的确是这样的。就八系呢可能还是稍微贵了点，就它的量上可能还是有点区别。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次我们看到 ES8的产品基线已经到了30万，对吧？那么也就意味着，我说的是80之后啊，那意味着像七系的产品基线，大家都猜出来了，就是26到27万这样子。然后5566就是分别是18万、19万，然后是22、23这样子，就是差不多都知道3万、3万往下降。所以说，这个明年如果真的是如期出了这个 ET7、EC7 和 ES7，那真的是相当美啊！而且像我自己是比较合适的，像 ES7，因为我现在 ES8的话还是偏大一点，的确是，就是我6座嘛，就是很多人问我要不要买，对吧？我只要是就一家3口，然后又是6座，车子又特别大，5.28米，的确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合适。但如果是 ES7能到5.1米左右，那我觉得就非常合适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ES9它的节奏究竟怎么样？ES9呢，因为是这样，它就是继续把这个未来关于技术的旗舰给继续锚定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说它走样，不指望它走量，但是它把它商务啊、技术啊锚定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那反正这一次啊 ，New Day 我是知道它是不会亮相的。那反正这次斌哥能不能再透露一下？反正明年应该是一季度就要交付嘛。按理说进入节奏的话，应该就是在12月份应该就要开始了。然后接下去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开始盯起来了。第一个，毛利率的改善，后面我会第三块就是能不能 Q4盈亏平衡，这是现在资本市场特别在意的事情啊，就毛利率的改善特别重要。然后第二个，亏损的改善情况，这一次实际上已经有点明牌了，每个月差不多少4到5个亿左右啊。对，我现在人在齐齐哈尔，就是在汉庭酒店给大家录个视频，稍微可能有点杂音，没关系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海外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还是过去 NT2啊，就是整体的这个产品线在海外卖的不是特别好，但是 NT3能不能卖得好一点，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实际上这个对于整体的估值来说非常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海外没有像国内这么卷，国内这么好的产品，它的毛利率很低，但如果能出口，它的毛利率很高。这个实际上就是像比亚迪这类企业，大家可以看到比亚迪上价格非常低，在国内对吧？但是在海外上它的毛利率很高，而且海外是它的大头，所以为什么比亚迪它的估值会特别好？当然只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不代表它未来也能好，我只是这个意思啊。OK， 然后再跟大家说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隐蔽性资产的这个统计。就是未来现在这只股票究竟它有多少隐蔽性的资产，就是说去除掉账面上的，它实际上是有多少钱放那儿，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我现在跟大家简单算一下，第一个现金272个亿人民币啊，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目前账面上有的，那约合啊，那就是因为它的我把它算打折率嘛，那肯定是现金100%不打折对吧？说明至少它的资产就是值38个亿美元，历年的亏损800亿，就是所得税的递减呢，是可以前面很多年的这个结转，对吧？就是亏损的结转。我这里给大家就是简单算了一下，未来呢就是近10年的亏损呢是1200个亿了，但是近5年的亏损啊18个亿，因为800个亿，现在不确定未来是有多少是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可以享受10年，对吧？那正常的话就是5年，反正我就算5年800个亿好了。对吧？如果800个亿的话，这里是100%打折，就以后赚的钱，大家都可以抵减这个亏损的。这里又是112个亿美元，然后这个补能这块是怎么样说？因为斌哥反正这次发布会一直在说嘛，说耗了180个亿，对吧？那么这个应该说是折换成，我就算一个打折率60%好了，这里也可以算个15个亿的美元的资产，技术投了600个亿。那我打一个8折的率，对吧？也不用特别低，我觉得技术还是很有实力的啊。像未来看的 L90、ES8，我觉得还是足够的技术壁垒，打个8折好了，因为它也并不是说每分钱都花在点子上，对吧？打个8折，那就算67个亿，这里累计下来就是232个亿。那现在大家去看一下，未来的股本呢是22个亿左右了，股本这样算一下，实际上它的每股的资产呢，就是我认可啊，就认为现在买进去盘至少是10美元。就大家这么理解去算好了，当然这个是比较开玩笑的这种方法，就是粗算。如果你觉得算的不对，就你对，我就这个意思啊。但现在标价是9.4块，对吧？那么它的上升空间至少60%啊，纯属娱乐，请勿当真。这就是给大家开个玩笑算一算。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道理呢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个数据都知道，那补能160个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怕我瞎说啊，这都是斌哥发布会上自己说的啊。你看10年充换电累计投入180个亿，对吧？技术研发投了600个亿，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觉得就是实打实算嘛，那我觉得就是至少232个亿是合理的，对，美元啊。现在才多少个亿啊？我看一下，给大家看搂一眼，现在才140个亿啊，还有100个亿至少的，我觉得 OK。然后那我们来说第三块，就是现在整个行业呢，就是我前面说的，盈利的确是很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反正看到未来呢，的确都是一路向好了。但是呢，4季度能不能盈利呢？这个实际上是斌哥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对吧？你能不能完成？那是资本市场肯定是要看你能不能有这个履约的能力。那后面我们再继续坚信这一点。当然，我一直很相信斌哥，而且现在实际上有更多的数据可以表明，可以去支持了，这个特别重要。OK，我们来说第一块就费用这一块啊，反正这个盈亏平衡就是毛利减去费用，如果是0了，说明盈亏平衡了，对吧 ？OK， 我目前给大家拉一下啊，就是
截止6月30号 Q2 的话是68个亿，对比起之前 Q1 的这个3费的研发呢，是少了5、6个亿左右。那所以呢，我就这里是估一下，就是能否 Q3 就是第三季度到63个亿，然后 Q4 能否到58个亿，就是五个亿这样往下减，对吧？那么这就是说，如果 Q4 真的费用能冲击控制在58个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和接下去的那个毛利的测算是息息相关的。OK， 我们来测算毛利啊。现在 Q2 的这个均价呢是26，这个很好算，就大家自己稍微去算一下就行了。就营收我也不跟大家展示了，就自己去算吧。就是营收除以它的交付量是26万多，那么现在它的毛利这一次呢是10个点，对吧？所以它的亏损嘛，就是你就是个68减去这个差不多是19嘛，就是亏损49个亿嘛，对吧？OK，我们来算第三个季度的指引啊。第三季度现在给出的指引，反正是这里都看到了啊。第三季度是指引是200，取个中位数嘛，就是223个亿，对吧？那除以这个中位数，差不多的，它那个均价呢也是在25万左右。那我们来算一下，如果它的毛利率能控制到15，我只能说如果，因为为什么会比较乐观？从这个10个点到这15个点，因为现在 L90 在交付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月底最后10天 ES8 也交付，ES8 对于毛利率改善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把它往上估到15%，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能冲击试试看。那这里算出来的话，就是它的毛利是33个亿，那么减去这里63个亿的话，就是亏损30个亿。那么 Q3 如果是亏损30个亿，真的能到这个点啊，很稳，特别稳了，就直接就跟大家说可以开香槟了。怎么？不能说开香槟，有点过了啊，因为这里可以结算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明它毛利率已经符合预期了。就 Q4 它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个营收，第二个毛利，第三个就是这个费用。费用这边能说了，如果它是58个亿控制好 OK， 然后它的毛利如果能到15个点 OK， 如果它的最后的交付真的能做到，我这里给大家说啊 ，Q4 的交付我认为如果能不能做到456，就是4万、5万、6万，10、11月、12月一共3个月做到15万整个季度的交付量。以前跟大家猜结果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预计的话营收，因为这个均价呢是25万，我这里 Q4 内把它算到25万，为什么呢？因为 ES8 的交付它是提升毛利率的，对吧？L90、L80 和 FY 它是会降低毛利率，所以我觉得一个升一个降也比较合理吧，就把这个毛利率重新把这个均价呢放到25万，那么预计营收就会在380个亿，380个亿，就算上我之前说了，如果是15个点的毛利率啊，意味着毛利就能到58个亿了，减掉这个 Q4。我预计的这个费用啊，就58个亿，盈亏平衡。如果毛利率能冲到18个点，还能赚10个亿。如果 Q3 能控制在13个点、14个点毛利率，就已经很稳，比较稳了。当然，这种12个点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Q4 如果到12个点，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那反正如果能到15个点、18个点，基本就是 OK 了，盈亏平衡了。大家可以相信了，真的，盈亏平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OK，那么现在就是盘前的这个情况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入财报会，财报出来我再跟大家继续进一步的分享。OK， 待会儿再见。A few moments later。Hello， 现在回来了，在5分钟前的电话会已经结束了，这里快速的跟大家把这个电话会的内容摘要说一遍啊。这一次呢，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 Q4 能否盈利的事情就是我前面也跟大家说了嘛，那的确管理层电话会呢已经验证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具体会说这一块。还有这一次呢，很多机构呢也是在问，为什么你 L90 和 ES8 的这个毛利率比想象中的要高，然后它的价格还很低，对吧？那么之前就是媒体群访，不论是 L90 的技术发布会、媒体群访，还有 ES8 技术发布会，这么3场媒体群访下来，大家已经比这些机构还更早的知道为什么未来这个产品它的毛利率这么高，而且价格能控制这么好，对吧？它是非常多方面的，像这次斌哥也是重点聊的什么技术路线啊、产品规划、产品定义啊，七七八八的，什么轻量化、小型化 ，OK。说明我就是大家已经比机构还要更早的知道这些内容了，所以说机构它的研究实际上不一定比我们这些专门的研究单个企业来说更深入，这的确是我们的优势。好了，有些信息再先跟大家过一下。第一个，未来门店现在有590家，之前孙少军不是说了吗？店均100单，那大家自己去算，那未来现在 ES8 手里拿了多少订单？而且这里离9月20号还有差不多3个周末，每个周末都会有大量订单会增加，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而且现在展车是
开始不停的在入侵到各个地方。我在长春市只有一个店嘛，对吧？下周会有新的车会展来，所以大家知道这边的展车越来越多，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正循环。第二个信息就是乐道现在有414家门店。到时候大家自己去看L90有多少个订单，去算一下就知道现在 L90手握有多少订单。我跟大家去沟通一下，一个接近600家，一个400家，大家去算一下。OK， 有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这次冰也正式确认了 L90的确在动 L60的销量。这个就是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大家多去跟销售门店去聊天就能获知的信息。那现在其实验证了，说明 L60真的是破新高了。那可能是要到8000到9000了一个月，接下去可以到年底啊，就是去挑战1万多辆了。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斌哥继续做了纯电，来上半年增长39%，就是这个2EV 就是增程，上半年只增长14%。斌哥还是继续在说，就是纯电时代到来，大家就用户的心智已经到这个时刻了。的确，就现在理想也好，对吧？理想他自己专门在做大纯电，大三排纯电车，很多车企都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所以呢，也不是我相信吧，就是这个市场肯定会更大。这个也就是解释了接下去可能明年，现在大家可能是 ES8 还有 L90 涨订单很多，那明年销量怎么办呢？对吧？首先大家要认识到整个市场变大了，所以说它销量会越来越好。而且你的产品力又很棒，对吧 ？OK， 然后我们开始接下来说特别重大的一块，就是产品规划就如前面推测的啊，的确斌哥跟大家说了明年的产品规划。我觉得有个很暧昧的点，大家会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确认啊，就是 L80今年不会交付了，但是今年会上市，12月份。我本来预计的是11月份发布，对吧？12月份完整交付月。那现在产能都给到了 L90，那没有办法了，今年就不交付了。卡产能呢，肯定是电池问题，这个我是相信的啊。的确还有一个爬坡问题，爬坡问题我觉得没有电池问题来那么重要。然后明年那就是 ES9、ES7 和 L80，这次斌哥也说了 ES7。那这样子说的话，这3款 SUV 呢，应该都是明年上半年的重点的产品啊。但是我想说，斌哥只是说明年有3款 SUV 啊，并没有说明年有几款轿车。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暧昧的这个感觉在。斌哥究竟说有没有轿车？我觉得下半年、明年 ET7 会不会上，还有乐道的轿车系列能不能上，我觉得很关键，因为现在明显看到未来都是打组合拳。L8、L90 和 ES8 一起打，那么明年就是 ES7 和 L80 一起打，因为这2款都是大5座的 SUV 啊，这个市场真的非常大，比6座还要大，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点。OK， 那我们来预估一下，就是接下去这产品的这个节奏。那这前面说了 ，L80 是12月的。预计呢就是1月份第一个完整交付月，争取交付个1万多辆给用户。因为明年过年呢是2月17号，就后面也写了。那么 ES9 应该亮相，就是技术发布会应该就是过完年1个星期，那就是20几号，2月20几号开技术发布会，然后3月底正式并上市交付。那么 ES7 呢，就应该是在3月份这个 ES9 事情忙完之后，4月份开始亮相，5月份交付。那么明年上半年真的大6座2款产品。大5座2款产品，对吧？这个压力真的是对友商来说压力真的是很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明年5566确认是没有规划，这个反正大家之前都已经有预判了，也跟大家明确说过了。但是会出一些类似冠军纪念版的事啊，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反正我们是因为是财报是做投资类的，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未来来说，5566就是冠军版，556没有 ES6啊，它的毛利率实际上是比正常的这个标品高很多的。因为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冠军版实际上就是多了几个配色，然后把那个轮圈换一下，对吧？然后把东西涂一下，但是它要贵1万多块钱，这个实际上是很划算的。对于这个就是毛利率的改善，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冠军版现在是供不应求的，非常夸张，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看到冠军版都特别心动，真的这种感觉，只是因为现在的确是没这个需求，但是如果有这个需求，真的是很愿意去等这个车子。OK， 然后再重点来说一下盈利部分啊。反正如前面真的是预料的一模一样了，可以说一模一样。斌哥正式确认，12月份应该是能上6万。是希望10月份能够做到全供应链15000台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啊。然后在 ES8 的话有一个产能爬升的过程，我们希望在12月份能够做到这个15000台的这样的一个单月的这个全供应链的产能。所以这个今年的这些需求和这个供应的这个情况嘛，我们目前的目标是今年的4季度平均每个月能做到5万台的交付量，也就是说，
这个四季度能够超过15万台。反正这个也是我好几期都在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么就是4、5、6，就是10月、11月、12月，那么就是一共15万的交付，算上就平均售价嘛，是25万，这样子的话就是到375个亿，就是380个亿的这个营收。然后这次呢也是。曲老总也是明确说了啊，那就是 Q4 的毛利率，它的指引呢是到16到17。我前面这里给大家放的呢是多少来着？我给看一下啊，是15到18，对吧？15个点，感觉就已经毛利平衡了。那16个、17个点就再多赚几个亿，反正如果18个点的话是到68个亿，那么算了算可以赚10个亿左右。那我这里重新估算这个模型之后啊，就是给大家减一下嘛，它的那个。OPEX 就是运营费用，他也明确的说了啊，就是从 Q4 是 R&D 就研发是20个亿，然后 SG&A 就是10%左右。那我们去算这个营业收入是差不多380个亿嘛，那么乘以10就是38个亿，那这里加起来就是58个亿。58个亿也是我前面盘前跟大家聊的这个事情嘛，就是说它能不能 Q4 把费用冲击控制在58个亿，都反正价格都一模一样，就数据都摆在这儿，对吧？还好不是跟大家吹牛逼的啊，的确这个内容呢是很有质量的。那么这么去算的话，差不多就是 Q4 能营收在3个亿左右吧。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算法，如果有新的算法肯定是能更好点，因为我是算整体，具体上有非常多算的非常能细的，比如说它拆解，比如说你 ES8 交付多少，L90，然后5566萤火虫，就各个产品具体去拆分，具体去算。反正目前我是算出来3个亿左右吧，就盈亏平衡没有问题，稍微账再算一算。而且有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为什么像 New Day 还有这一次非常多的这个产品技术发布会啊，都是放在 Q3 之前，对吧？ Q4 都没放，就是为了让 Q4 的费用降得足够低，想要做一次宣发那几千万到几个亿嘛，这个很正常，对吧？就是关于后市的展望，目前看到啊，这个情形不重要了，实际上跌个几个点不重要，真的不重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目前趋势永远是向好，反正这1到2年内是看到趋势向好的，而且我前面跟大家说了，我前面说一下，不是隐蔽性资产，就是说它的安全边际在哪？反正我目前是算到是10美元，对吧？现在才6点多，上面还有60%几的这个增长空间，我是觉得比较特别稳的。大家也很多人都在问说，哎，有没有这个机会去买，是吧？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安全边际之内，我觉得去买都是非常，就是睡觉至少是踏实，对吧？你说如果有一点回调，那可以接受啊，还是那句话，对吧？大家看我这么一路往下买，我自己心态是很好的，所以大家看自己的心态吧，心态觉得 OK， 然后又觉得这个10美元的安全边际在那儿。那好了，那最后再结尾一下了，的确就是未来到目前这个情况下，第一个交付量整体的叫做 Q3 的话，像大家都知道前面理想发的，他们一共只能到9万，对吧？未来也到9万了，到了一个分水岭，增程和纯电此消彼长了，这个事情很重要。到了 Q4 这个情况会更加的看到，所以大家要坚信啊，就是纯电肯定是路，对吧？然后我前面也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关于商业模式的事情啊，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换电带来的成本的降低，这个是无可媲美的。不要说补能体系了吧，对吧？肯定是比充电快，充电怎么样搞你得10来分钟，换电就3分钟，这是绝对的。还有一个成本的事情，你是非换电的车型，它成本就是控不下来。你5C 的电池，你这个成本是很贵的，对吧？还有这个散热模组，还有它的这个寿命，5C 电池，因为你不能换电池，它的寿命它要求是很高，它的成本也是很高，就多方面的，就导致你的换电是带来成本的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体验还要比非换电的要好，这是最离谱的事儿。所以我说这就是商业模式它打通了，而且还有块呢，就是关于它这个高额的研发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之前媒体群访我那期视频的标题我就写了，难道这个 iPhone 时刻是不是来了？就是大家看到 L90 和 ES8，大家就会想，我为什么还要买这2款车之外的其他产品？的确有这种情况下，现在大家反馈出来非常棒，去购个物，对吧？前备箱开一下就好，而且空间特别巨大。OK， 那反正下周反正要去参加 ES8 的动态试驾了啊，到时候看一下这个 ES8 静态玩，静态非常棒，看看动态有没有更大的惊喜。从 L90 去看 ，L90 单靠单枪空悬就做到这么棒的这个动态表现，大家真的去开看，你哪怕你自己就让你家人坐到第3排去体验一下，就这种侧倾感啊，还有这种晃荡感啊，就是抑制真的非常好，就整体这个车感觉就是浑然一体的，就这种感觉。ES8 我感觉大概率也是这样，因为它的第一个它的刚性更强，对吧？抗扭刚度，然后它的重量控制得很好，而且它的动力也是更强，而且它的技术肯定双枪空悬，肯定效果更好，而且配合这个自己的操作系统。OK， 那这边是柯洁厂啊，那今天我抓紧把这个视频做出来。OK，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